Hello，大家好，我是先锋君。在海贼王中，很多人物的实力并没有得到官方的准确定位，尾田也没有拟定一个类似于实力排行榜之类的东西。比如四皇与海军大将谁更强，七武海与四皇单挑谁厉害，悬赏金仅不足1亿的克洛克达尔真实实力到底如何，被称为世界最强男人的白胡子是否真的没有对手等等。官方没有给定义，我们只能自己猜了。虽然不是权威，但是没事猜一下，自娱自乐总是可以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号称拥有不死之身、悬赏金高达46亿1110万贝利的海陆空最强生物百兽凯多究竟强悍在什么地方。从凯多的首次登场，尾田似乎有意给凯多渲染成一个无与伦比、刀枪不入的怪物姿态。官方对凯多的描述是这样的：身为海贼，他曾7次败北，一人单挑海军及四皇被捕18次，40次被判死刑，受绞刑时锁链会被扯断，上断头台时铡刀会破碎，长矛刺身体的话长矛会折断，9艘巨大监狱船被他击沉，也就是说谁都杀不死他，就算他自己也是如此。单挑应该是凯多最强吧，人们都这样说。当凯多从1万米高的空岛坠落时，整个大地都在颤动，一个不知名的岛屿的地面被砸出一个大洞，几乎半个岛都受到了波及，而凯多却毫发无损地从洞内爬出来。就连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尤斯塔斯基德也因为惊讶和恐惧瞪大了眼睛。凯多是不是最强的海贼，在这个官方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之前，没人敢确定。但是能确定的是，凯多绝对是海贼王世界中最具有霸王姿态的人物。凯多曾与大妈白胡子等人同为洛克斯海贼团的船员，而从他和四皇大妈的谈话中，能知道凯多和大妈的关系似乎非同一般，甚至有可能就是大妈曾经的众多丈夫之一。漫画连载至目前为止，凯多仅出手4次，分别是化身龙形态时以一式热吸摧毁了几乎半个山，人形态时对战4档路飞，仅用了一招雷鸣八卦就将路飞打得不省人事。在鬼之岛单挑四皇大妈未分胜负，以及回忆篇中凯多与光月玉田的交手。最有趣的是，路飞在凯多还是龙形态时对凯多一顿猛烈输出，结果只是帮凯多醒了酒而已，别说是破防，就连皮毛都没有伤到。想到之前路飞可是用4档打碎过多弗朗明哥眼镜的，然而在凯多面前几乎如瘙痒一般，怪不得当初罗威胁多弗朗明哥说要向凯多告密时，连海军甚至世界政府都不放在眼里的多弗朗明哥会吓得冒冷汗，这根本不在一个战斗级别上。在恐怖3飞船篇章中，前王下七武海月光莫利亚曾经简述过自己在23年前的新世界被凯多打败，几乎灭团，优秀的部下都死了，真正的噩梦在新世界。莫利亚也因此消沉坠落。20年前，因为凯多与大蛇的窃国计划，凯多和光月玉田爆发冲突，结果被光月玉田的研磨刀砍伤，至今胸口仍留有伤疤，成为这位超强生物的一个羞耻的烙印。在2年前的顶上战争时期，凯多曾经打算参与顶上战争中收割白胡子的人头，却因为红发香克斯的阻止而放弃。总的来说，凯多是一个霸道又强硬的人物，喜好战争和杀戮，梦想是发动一场毁灭世界的战争。他的每次登场或者被人提及，似乎都伴随着战争、杀戮、流血。如果用不是在打架，就是在打架的路上这句话来形容凯多，恐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如此霸道的凯多到底强悍在哪里？凭什么他有足够实力能够发起甚至左右一场战争？他到底是不是如官方所说的任何人都杀不死他，就算他自己也不能？关于凯多的无敌到底是一种宣传的噱头、虚假的广告，还是凯多真有这样的实力？我们就来一起扯一扯吧。我们先从凯多的能力说起。在动画912集中，凯多首次以龙形态登场，形态霸气，破坏力惊人。虽然凯多的能力被曝光了一部分，但是到目前为止，凯多的真身到底是龙还是人，还是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网上关于凯多的能力主要有2种说法，第一种是吃了幻兽种龙龙果实的人，另一种是吃了人刃果实或人刃果实分支的其他果实的龙。更多的海迷则倾向于第一种说法，最主要的依据是官方曾明确给出答案，人刃果实已经被驯鹿乔巴所拥有，不会再有第2颗人刃果实。这种说法虽然最接近官方给出的海贼王世界中恶魔果实的规律，但我们都知道尾田笔下海贼王常常是不按套路出牌的。就如在漫画925话中再次登场的黑胡子海贼团，其中曝光就有黑胡子麾下6号船船长月牙猎人卡特琳娜戴鹏的能力及幻兽种九尾狐果实。但是从目前曝光的能力来看，九尾狐果实能够变身成他人的样子，从表面来说，这种果实能力似乎与冯克雷的模仿果实能力重复了。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如果凯多的本体是龙，那么他所拥有的果实能力会不会是类似于乔巴的人人果实的其他果实呢？
从网上对凯多能力的种种推测中，我本人更倾向于凯多本体是龙这一猜想。首先，官方对凯多的定义是陆海空最强生物，那么什么东西能在陆海空3界称霸最强？就连世界最强男人的白胡子都不敢说称霸海陆空，更何况根据海贼王官方的说法，能力者是受到大海的诅咒的，在海中无法使用恶魔果实能力。如果能力者本身是鱼人，在海中无法活动；如果是人类，在海里就只能等着被淹死。所以凯多本体如果是人类，海陆空最强生物未免太过夸张了。就算是没有恶魔果实的普通人类，即便再强大，在海中也是无能为力的。比如曾经红发在海中就被海王吃掉了一只手臂，人类在海中连鱼人都打不过，更不可能号称海陆空最强了。只有龙这种传说中的存在，几乎是无敌的生物，才配得上海陆空最强这个称号。第二，在凯多首次登场时，凯多的自述是又没死，就是死不了啊。凯多的一大爱好似乎就是自杀，而且不论怎么自杀都死不了。这也呼应了官方对凯多的描述，谁都杀不死他，就算他自己也不能。有人说，如果凯多真的想自杀，可以直接跳到海里，或者直接吃下2颗恶魔果实就可以了。就算凯多拥有的是龙果实的能力，跳进海里一样会失去能力，淹也淹死了。所以凯多其实并不是想自杀，只是一种寻求刺激的手段，或者是假装自己很强大的姿态而已。但我们都知道，尾田刻画的海贼王人物很少会出现多只的现象。海贼王整体来说，不管是剧情还是人物刻画都比较紧凑，很少有无聊的叙述或者无意义的描写。而且尾田本人也是一个伏笔之王，海贼王中的一个台词一个提示都有可能是隐藏着巨大阴谋的伏笔。所以我个人觉得，关于凯多不死之身的描述应该不是夸大的宣传噱头，或者凯多真的是死不了。就算是跳海，就算是吃下2颗恶魔果实，以他本体特殊的体质，可能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凯多的本体是一条龙，就算是跳进海中没有恶魔果实的能力，他也死不了。就算是吃掉2颗恶魔果实，他也可能给消化殆尽，对本身没有任何影响。另外，从漫画中我们可以得知，凯多此人并非是只会喝酒打架的莽夫，他曾私通和之国的将军黑炭大蛇，秘密夺得和之国的统治权，并且将和之国发展为私人的武器工厂。凯多与多弗朗明哥有着多年的人造恶魔果实黑市交易，利用凯撒制造人造恶魔果实来壮大自己的军团。当大妈海贼团登陆和之国时，凯多不愿与大妈拼个两败俱伤，首先是阻止大妈海贼团登陆，后来又与大妈结成海贼同盟。可以这样总结，如今的和之国虽被大蛇所统治，但是幕后黑手正是凯多。从凯多和大蛇的关系来看，凯多并没有沦为大蛇的打手或者炮灰。实际上，凯多在和之国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由此也能看到，凯多除了战斗力爆表，智商和计谋也是在线的，起码论玩手段不在大蛇之下。这样一个人，如果说他自杀行为仅仅是娱乐或者伪装自己很强大，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了。我们来分析一下凯多的实力。从官方描述中，我们得知凯多几乎是刀枪不入的存在。然而在漫画970话的回忆中，20多年前光月玉田居然用刀将凯多砍伤，以至于今日凯多身上还留有伤疤。于是很多海迷更加确定，凯多所谓的海陆空最强、刀枪不入、不死之身只是个虚假广告而已。凯多的实力并没有那么强悍。对于此观点，我本人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都知道，尾田制作的海贼王涉及面非常广，除了参考旧时代东西方的各种海贼传说以外，甚至还涉及西方神话故事、日本百鬼夜行、中国的古代传说等等。那么对于凯多的创作，极有可能参考类似《山海经》这种古代神话的传说。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有关于龙的描写，其中道家的妖怪说中提到龙实际上有7个状态。另外在《山海经》中记载，古人认为龙是由鱼化成的，鱼是龙最初的形态。而在《太平御览》以及《续妖记》中，有对龙的另外3种形态蛟、角龙和龙的描述。其中《续妖记》中这样说：蛟1000年化为龙，龙500年化为角龙，1000年为应龙。龙这个称呼仅仅是龙物种的第4种形态，在龙之上还有角龙和应龙，而当龙进化到应龙级别时就厉害了。《山海经·大荒东记》记载，应龙曾参与了皇帝与蚩尤的战争，且杀死了蚩尤和夸父。注意，只有达到这个级别，龙才能呼风唤雨、上天入地，而在此之前的蛟龙只能浮在地面或者藏于水中，并没有太大的作为。有人说很多地方闹水怪，其实就是蛟龙在作怪。到了最后，《山海经》中所记载的龙的最终形态，也是真正可以称为仙迹的物种。煮酒阴又称阴龙，传说人面龙身是自然规律的化身，睁眼可以使黑夜变成长白天，闭眼可以使白天变成长黑夜。
我们再来说回凯多，在动画912集中，凯多首次以龙的姿态出现，但细心的海尼可以发现，此时龙形态的凯多是4爪而非5爪。从这一讯号中，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此时的凯多并非完全形态的龙，极有可能是还未化身为龙的蛟或者是角龙之类的等级。那我们再回到20年前，光月玉田砍伤凯多这一事件，也许那个时候凯多连蛟的等级都没有达到，是级别更低的龙状态，所以才会被身为人类的光月玉田砍伤，留下伤疤。而时至今日，凯多早已历练为高等级的龙，所以才会在多次的自杀和被杀中存活下来，被称为杀不死的怪物。蛇化蛟，蛟化龙，需要经过漫长且十分艰辛的过程。据古代神话记载，蛟龙化龙需要度过3次劫难，又称天地人3劫。天劫为天雷，地劫是经历天敌的捕杀，人劫是得到人类的肯定。如果凯多曾经是蛟龙，那么他想要到达应龙或者烛龙的级别，想必要经历许多层劫难。也许这也是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凯多自杀的原因。他并非以自杀为娱乐，而是通过死来让自己重生，就如凤凰涅槃一样，也许只能死才算得上渡劫，才有可能进化成高等级的龙。当然，以上这些代表个人观点，至于凯多到底是人还是龙，他拥有怎么样的实力，还是让我们坐等尾田的揭晓。海陆空最强生物凯多到底是徒有虚名，还是确实有实力，就让我们在和之国大战中拭目以待吧。我是千锋君，咱们下期见。